你的孩子真的是你亲生的吗？从一颗受精卵到一个小婴儿，怀孕的整个过程都是心酸且幸福的。可突然有个人告诉你，你怀胎10个月生下来的孩子他不是你自己的，你会怎么样呢？这么离谱的事儿，换谁都有点受不了吧？明明是自己怀胎10个月生的孩子，怎么验 DNA 的时候跟自己没关系了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身高1.8米的老黑，认真说科普，等你来关注。身边有单亲妈妈的人应该都有所体会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好过的。而在美国就有一位叫做莉迪亚的女生，跟前男友分手之后生下了2个孩子，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，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事儿。时间久了，莉迪亚的储蓄也花得差不多了，无奈之下只能申请扶助金了。那这笔钱也不是那么好领，必须要有你和孩子的亲子鉴定，让给钱的人知道这是你的亲生孩子。这不验不知道，一验吓一跳，2个孩子居然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反而和前男友的 DNA 匹配上了。对于这个结果，莉迪亚大吃一惊，认为这绝对是检测机构搞错了，明明是自己辛苦怀胎10个月生下的孩子，从自己肚子里受孕成型的，怎么可能会不是自己的孩子呢？最后扶助金没有领到，反而还让莉迪亚犯了难，直接被认定为拐卖孩子骗钱的人。为了证明自己没错，莉迪亚又想方设法的怀上了一个孩子，这下子更加解释不清了。莉迪亚的第3个孩子居然和自己的 DNA 他还是不匹配，幸好有怀孕生子的法院证人，不然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众所周知，一个人的基因取决于父母双方的染色体，正常人体内拥有23对染色体，父母各占1半，决定孩子性别的就是那一堆 XY 染色体。经过鉴定以后发现，莉迪亚的3个孩子携带的都是前男友的染色体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孩子是你亲自生的，但跟你毫无血缘关系？如果你是个男人，你孩子只跟你老婆有血缘关系，跟你没有，你可以100%的肯定隔壁老王有问题。但是一个女人亲自怀孕生下的孩子和自己没关系，但基因和父亲匹配，能说明什么呢？实际上，莉迪亚并不是全球首例出现特殊情况的人。早在英国就发生了类似案例，52岁的凯伦因为本身就患有慢性肾病，3个儿子呢也是救母心切，纷纷都测的 DNA， 等待给凯伦换上一颗好肾。没想到这3个儿子2个跟自己没关系，而凯伦十分确定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。那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在换肾手术之前，凯伦才进行了甲状腺切除手术，经过医生的检测和对比，竟然在甲状腺切除组织中找到了和另外2个孩子一模一样的 DNA。难道说这甲状腺才是2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吗？开个小玩笑啊。那后来全球顶尖的医学家经过研究以后，终于找到了答案，其凯伦第1胎是双胞胎，但是有一个死在了腹中。后来这个胚胎和凯伦融为一体，甚至成为了一条独立的 DNA 链。已故 DNA 只能疯狂求生，借用活人的身体生存，所以说凯伦的身体里出现了2种 DNA， 在医学上被称为嵌合体，也就是奇美拉现象。所以说凯伦怀上第2胎的时候，孩子就继承了隐藏的 DNA。 前面有提到的迪利亚也是这种情况，导致他明明是自己生的孩子，却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奇美拉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到底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呢？一个人体内有2种 DNA， 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众所周知，一个人体内只会有1种 DNA， 而且是父亲和母亲的结合体。当他的体内出现2种 DNA 时，就是嵌合体诞生了，也就是奇美拉现象。传说中的奇美拉就是几种动物的集合体，上半身是狮子，头是一只羊，嘴巴还能喷火。在动物中，这就是多种基因的集合体。比如说一半黑色一半黄色的蝴蝶，还有一半黑脸白眼睛一半黄脸蓝眼睛的猫，这些都是奇美拉现象。而人体内也会出现1个或者多个受精卵的情况，也就是生下来的双胞胎多胞胎一样，但是总有特殊的情况出现，怀上的时候是双胞胎，但生下来却是1个。那是因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为了更好的生长，其中一个孩子就会吸取另一个孩子的养分，甚至把它吞噬掉。这么说好像有点恐怖了，但是想要生存，获取满足自身发育的能量，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，毕竟适者生存也不是说说而已。而且大家也不用觉得奇美拉现象离自己很远，它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。当你出现过1次献血或者说器官移植之后，奇美拉现象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产生。那要怎么做才能避免奇美拉现象的产生呢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少生几个孩子。特别是对于一些生双胞胎的人来说奇美拉现象更容易发生。不过咱们也不用过度担心，因为亚洲人怀双胞胎的概率不能说没有吧，但也并不是很大。所以说话说到最后，情侣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做婚前检查，确保彼此的健
健康，才能极大程度避免下一代出现遗传性问题。在2、3胎开放时代，优生优育依旧是需要放在首位考虑的。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，更多好看视频请进老黑主页，咱们下期见。